说到农耕文明，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其代表，并且把这种文明形式深刻影响给了周边的民族。但是大家很容易就误以为是中华帝国体系把这种生活方式辐射到了东亚和东南亚。其实呀，这一片的农耕基因的起源应该比这要早得多。比如日本也是从绳文时代开始就种植和食用大米了。但即使是过了几千年，近现代日本也有多次发生米荒。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日本近现代的米荒盘点。首先介绍的是天宝大饥荒和大岩平八郎之乱。江户时代是一个饥荒极其频繁的时代，频繁到了官民之间都已经有了心照不宣的 SOP。饥荒发生，农民聚集起来，象征性的发动起义，官方宣布减税，农民散去，等待饥荒结束，这个样子。但是这样其实是削弱了农民继续抗争的热情。严重饥荒的时期，即使是饿死更多的人，也不容易发生真正的大规模起义了。日本就在这种环境下，从1200万人口发展到了3000多万人口。到了幕末，德川幕府不再有足够的资源去镇压起义，官方更加频繁地做出让步。但是即使如此，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米骚动、米暴动的规模还是变得越来越大。到了1835年，终于发生了天宝大饥荒，这也催生出了大岩平八郎之乱。1837年，在被称为天下粮仓的大阪，爆发了一场民众的武装起义，领导者正是大岩平八郎。大岩原本是大阪东厅奉行所的下级官员，本应该也算是幕府体制内的一员。不过他是幕府烂透的政局中一个有良心的公务员，而且他是当时有名的阳明学学者，有众多的门人学者支持他。这种设定大家也都知道，一般都是个先天革命圣体。而且大岩超脱出了明朝遗臣们带来的明廷官方对于阳明学的解释，除了重视道德和秩序，认为遵守礼节和维护等级制度对于社会有益这些基础的理解之外，大岩还通过阳明学理解到了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作为底层官僚的他，对此也有更充分的现实经验。在大岩的阳明学学说之中，江户幕府总是空口白牙地声称自己为百姓着想，但是完全无视现实中百姓的贫困。和外来信息相比，日本的社会也停滞不前。他常常对官员从商人那里收受贿赂，腐败成风，而普通百姓却日益贫困的社会现状表达不满。到了1835年，江户时代的3大饥荒之一天宝大饥荒袭来，作为天下粮仓的大阪的米价也飙升，以至于百姓根本就买不起大米了。而面对这种情况，大阪当局却无所作为。大阪东厅奉行季部甚至下令封锁城门，禁止将大米运送出城，然后在城内收集大米运往江户，作为德川家庆就任幕府将军的庆贺礼物。这自然使得关西地区的饥荒变得更加严重，即使是大阪城内也不断地传出有人饿死的消息。大岩平八郎多次向季部进言，提出了诸如放粮呀、向江户请求援助呀、找富商收购大米赈灾呀之类的建议。但是大阪高层不仅不采纳，还以不知分寸、本末倒置，以是对幕府不忠为理由行政警告了大岩。无奈之下，大岩变卖自己的家产赈灾。他先变卖了多年收集的书籍，筹集到银630两，以此救济了大约1万名穷人。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他认识到必须要想办法打开官府的粮仓。最后他选择了武装暴动，再次变卖家产之后，购买了一些刀枪铁炮等的武器，并将记录了季部贪污罪行和饥荒期间不作为的书信寄给了老中。之后他便以救民为旗号，宣布起兵讨伐季部。队伍前往季部府邸的路上，也不断的有大阪居民加入进来，最后形成了大约300人的队伍。他们沿路袭击富商府邸，将粮食抢出来分发，慢慢的接近季部家。但是大阪那毕竟是幕府的关西中心城市，300人的暴动根本不算事。幕府调动部队之后，8个小时就镇压了他们。但是这场暴动引发的大火灾烧毁了大阪1/5的城区，所以事件也可以被称为大岩火灾事件。尽管如此，许多受火灾影响的大阪居民都不愿意作证指控大岩，并且帮助他躲避官兵的追捕。1个月后，大阪城代的门客发现大岩藏在一户商人的家里，无法逃脱之下，大岩与儿子自尽。天宝大饥荒过后，事情虽然是过去了，但是大岩平八郎被日本民间记住了。之后官民关系恶化时，双方变得更加不死不休。到了1866年，爆发了日本近代第一次米暴动。此次暴动依然是从大阪出发，受到饥荒影响的大阪周边百姓们起来袭击米店、酒铺等等有食品储存的店铺。2周过去，暴动不见平息，消息传到了江户，又让江户也爆发了米暴动。在这次米暴动中，百姓们表现出了对社会上层更深的恨意。他们不仅抢夺粮食，而且对于商人和富足们储藏起来的粮食，即使是分不完，也要尽数毁掉。当暴徒冲进商铺时，通常都会破坏货架和商品，然后将储藏粮食的袋子拖到街上当场撕开毁掉。最终这次米暴动造成了大阪大约900家店铺被烧毁。之后进入日本帝国时代，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米骚动当然是1918年的大正米骚动。
其实1917年日本刚刚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大米供应量，但是1918年国际局势和日本对外政策大变之下，人们担心再次发生饥荒，于是发生了米骚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日中天，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繁荣。因为欧洲大国都忙于战争，工业出口基本停滞，日本则是填补了国际市场上的这个需求。日本的纺织品、钢铁等等商品的出口量都大增，经济正在迅猛发展。然而经济繁荣也带来了通货膨胀，但是国民的收入却没有跟上，日本的人均收入和人均 GDP 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反而导致了许多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此外，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随后苏维埃政权成立，但是苏俄国内红军和白军的战争仍在激烈的进行。在这俄罗斯明显处于虚弱时期的局势下，日本国内掀起了出兵西伯利亚、扩大远东影响力的呼声。1918年，英法美为首的国际联军出兵西伯利亚，日本也在国内发布动员，号称即将派遣大军加入战斗。在这大规模战争预期的影响之下，地主和商人们都认为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日本政府一定会大量收购大米，于是开始囤积，希望等到米价上涨之后再高价出售。于是米价迅速涨到了原来的3倍。这下穷人真的吃不起饭了，整个日本都弥漫着窒息感。1918年7月，米骚动的导火索发生，富山县渔津港一群渔民的妻子们在当地政府外发起抗议，他们要求当地政府限制向外地输出大米的数量，以及采取实际行动平抑米价。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当时日本各地都苦于米价上升。这件事上了报纸之后，各地的民众也纷纷效仿，不同地区的抗议规模越来越大，行为也越来越出格，诉求逐渐统一为要求平抑米价以及征收商人不当囤积的粮食。一些地方出现了打砸抢烧事件。接下来的50天左右，日本有38个地区发生了破坏米行、焚烧商铺等等暴动，成为了一场日本全国性的动乱。当时日本的警力已经不足以镇压这次米骚动了，大正政府于是动用了军队，大约57000人的军队参与了这次米骚动的镇压工作。全国多地都实施了戒严令，有数万人被抓捕。骚动平息之后，有7000多人遭到了起诉。这次米骚动让日本各界对于时任首相寺内正义的能力产生质疑。很快，日本政府就宣布寺内内阁对于事件负责，引咎总辞。这件事也让日本政府看到了新闻和媒体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立即着手于逐步限制报纸、杂志、电影等等出版物的内容。在日本帝国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控制越来越强，直到50年代才恢复了正常。日本帝国之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人民最希望的不是和平，而是粮食。在战败前1年，日本每个人的粮食配给量就已经是会造成大量饿死的数字了。战败后的配给更是形同虚设，光靠配给的粮食绝不可能活下来。战败后的日本看守政府又忙于许多去军国化的工作，并且受制于盟军总司令部的管辖，民生成了被牺牲的部分。除了这些混乱期的问题，战争本身的影响也表现了出来。1945年的稻米产量比1944年都减少了30%。1945年末，日本在海外的士兵大部分归国，国内的粮食供需情况更加的严峻。当时的日本人都不得不通过黑市等等非法途径，以高价购买一些充满挑战性的食物，比如老鼠肉呀、各种动物的内脏呀之类的。当时日本的黑市上还有沉没米的流通，太平洋战争战场附近的居民们会潜水把沉没军舰中的粮食打捞上来，再高价出售。按理来说，这种浸泡在海水里的食物已经不能吃了，但是当时这些粮食价格很高，而且流通量极大。到现在日本的 BBS 上都能看到老人回忆沉没米的味道，说是味道咸涩，不太好吃。1946年，东京爆发了大规模示威集会，要求日本政府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以日本社会党和赤共为首的在野党派组织了25万民众在皇居前示威。但是当时日本政府手里确实是没有储备粮食了，而且其他国家基本上也处于战后的配给制时期，大家手里都没有粮食，想进口也买不到。最后示威集会悻悻结束。好在这次大规模骚动让 GHQ 看到了日本的糟糕情况。第2天，麦克阿瑟宣布美国将对日本实施粮食援助，并且为了应急，联合国占领军会将军粮出售给日本政府。战后初期粮食危机基本解决。之后世界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粮食产量暴增，近代化的开放国家中几乎不再发生饥荒了。日本也进入了饱食时代。但是其实泡沫破裂时，日本又经历了一次小规模的粮食短缺，那就是发生在1993年的平成粮食短缺。当时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天气异常，当年的稻米产量大幅下降，再加上前几年日本政府的大米储备不足，一时之间导致了粮食危机。随着日本国内的米价飙升和示威抗议，日本政府宣布紧急进口大米。由于事发突然，当时与日本关系良好的粮食大国中国、泰国和美国都迅速响应表示支援，最终日本从中
国进口了大米108万吨，从泰国进口了77万吨，从美国进口了55万吨。但是意外发生了，现在日本人的嘴巴相当的挑，不仅吃不惯进口品种的大米，在很多家庭中，甚至连固定吃的杂交品种也只吃新米，不吃前一年收成的大米。最后日本人宁愿花高价购买本土的大米。这些进口大米的市场表现极差，之后大约有100万吨的进口大米因为实在是卖不出去而被销毁掉了。然后1994年是日本稻米的丰收年，平成粮食危机就这样讽刺的结束了。伴随着过去几年日本惊人的通货膨胀，很多媒体和网络平台都用令和米骚动来形容2024年。虽然这几年日本食品的涨价幅度已经很猛烈了，以我在日本生活的感受的话，2019年到现在的涨幅应该有足足50%。不过大米的价格之前倒是没有什么变化，今年突然有了1到2成的涨幅。媒体分析原因有3个，其一是2023年夏季的极端高温导致了去年稻米的收成确实不佳，其二是国际小麦价格的大幅上涨，搭配日本的通胀和日币贬值，使得部分有吃小麦制品习惯的日本人也转而吃了更多的大米。最后则是最近1年到日本旅游的人数大涨，国内的大米需求量也就增加了不少。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今年日本大米的涨价。日本官方机构则称2024年已经可以预见是一个稻米的丰收年了，秋收之后供需就会恢复平衡。但是也再次提醒，少子化导致日本的劳动人口比例已经非常危险，未来如果真的发生粮食危机的话，有地无人耕种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